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從今天這節課開始，我們要跟大家一起學習的是聽力的長短文部分。一起來看一下我們的聽力考試，之前已經學習了第一部分短對話，第二部分其中的長對話。今天呢，要開始學短文部分了。在短文部分，一共給大家15道題目。這跟前面題目有不同的是，這15道題目不是讓你直接聽15個短文，而是2到3個問題是一道題目。在聽完一篇短文之後，你需要回答2到3個題目。也就是說，更考察大家在聽的過程當中能記住多少有用的信息。其中總的來看，所有的听力部分一共是45道題目，需要30分鐘的時間來完成。而在我們的短文部分，是從第31到第45題，題量一共是有15個題目，2到3個問題為1個題目。這個題目當中，你會聽到一篇短文，文章的朗讀時間一般是40秒。讀完文章之後，你會聽到幾個問題，一般來說也是2到3個問題。聽到這2到3個問題之後，你需要在相應的選項當中選出正確的答案。答題的時間是每一道小題目給大家10到15秒的時間。在這10到15秒的時間當中，不僅需要你完成這道題目，還需要很快的去瀏覽一下下一個題目的選項。總的來說，在聽力的部分 ，HSK 5級短文的考察部分，對於大家來說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有：第一呢，是你聽到的問題不像是短對話或者長对話那樣，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你和我之間的談話的內容，它是比較偏口語的，句子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但是在這一個長對話或者說一般來說是短文的部分呢，你聽到的是一個段落，這個段落一般會用書面語來表達。而這個句子書面語當中，它就不會是短句子，相對來說句子的長度也變長了。而且你完完整整的聽完一篇短文之後呢，需要回答至少2個問題，或者有時候也有3個問題。也就是說，你听到的信息非常多。在這麼多的信息當中，如何去選擇哪一些是有用的信息呢？那就需要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如何來應對短文部分的听力題目。好，下邊我們就看到這篇問題，通過帶着這些問題來一起看一看我們的短文部分應該怎麼去答題呢？最重要的還是，不管是你在做短的对話，或者說長对話部分，或者說我们今天要說的短文部分，只要是听力題目，都建議大家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提前看選項。通過提前看選項去預測你有可能聽到的是什麼內容，去預測在你聽到的內容當中哪些詞彙是重要的，是需要你去注意的。今天我們要說的呢是短文部分，剛剛也說過了，和之前短對話、長對話不同的是，你聽完一篇文章之後，會給你2到3個題目來作答。一般來說，我們31、32是一個題目，你會聽到一篇文章，聽完這篇文章，讓你回答2個小題目，那就是31和32題。接下來是3篇文章，這3篇文章聽完之後，一般需要你回答3個問題。之後還是42、43一篇文章，44、45一篇文章。也就是說，在整个15道題目當中，大家一共會聽到6篇文章。
其實不是一個完整的文章，是6個小短文。聽完這6個小短文，分別回答對應的問題。好，下邊我們一起來看一看，說到注意提前看2到3個題目的選項，在你們的考試卷子當中，你會提前看到每一個短文之後會提問幾個選項，提問幾個問題，所以大家是很容易能夠判斷到底應該看2個題目的選項，還是應該看3個題目的選項。接下來第一道練習題呢，是從33到35題，一共呢是有3個題目，聽到的是1篇短文。我們一起先來看一看33到35題選項都說了些什麼。先看第33題 ，A 選項摔倒了 ，B 選項氣球破了。C 選項，氣球飛走了。D 選項，找不到媽媽。當大家看完 A、B、C、D 4個選項，在你腦子裡邊可以判斷的是什麼？想一想，這一篇文章可能說的是什麼？是一個小故事，還是一個笑話，還是一篇議論文呢？要告訴你一個道理呢？很顯然，一看摔倒了，氣球破了，氣球飛走了，找不到媽媽，很有可能告訴你的是一個小故事。在這個小故事裡，可能是有一個小孩，還有一位母親。這個小孩如果是摔倒了，或者他的氣球破了，可能會怎麼樣？可能會哭。這個都是我們的預測。所以通過分析第33題這 A、B、C、D 4個選項，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預測，那就是接下來你可能聽到的是一篇有關小故事的短文。在這個故事裡，可能會有一個小孩，還有一位媽媽。可能小孩哭了，他為什麼哭呢？很有可能就是33題的問題，你就需要注意聽一下，哪一句話說到小孩哭了，或者說他不開心了，而他不開心或者哭泣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好，再看第34 A 重新買一個 B 氣球長大了C 氣球回家了 D 帶孩子去遊樂場。剛剛分析完第33個題目，我們知道很有可能這個小孩子遇到不開心的事情了。那媽媽帶着小孩，小孩遇到不開心的事情，媽媽是怎麼解決的呢？看一看34題，這4個選項是不是特別像當小孩子不開心的時候，媽媽應該去如何解決這樣的一個解決的辦法呢？所以我們又可以預測，聽到的故事當中，先是告訴你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之後，小孩子可能是不開心或者哭了。之後呢，你還可能會聽到的內容是，面對這樣的狀況，這位母親，這位媽媽是怎麼解決的？你就需要聽一聽，在這篇短文當中，到底提到了哪一個解決的方法呢？好，看完了33、34，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問題的選項。35題，一共還是4個選項 ：A 很孝順 ，B 善於安慰孩子 ，C 是幼兒園老師 ，D 不懂孩子的想法。看完 A、B、C、D， 請大家想一想，這4個選項可能說的對象是誰呢？有可能說的是，可能说的是媽媽，對不對？我們說可能聽到的文章當中有2個人，一個是小孩，一個是媽媽。33題可能問你小孩怎麼了，
34題可能問你媽媽是怎麼解決的，35題呢，一看這些有點像評價或者說明這個人是什麼樣的這樣的一些選項。這個人是一個孝順的人，還是說他是一個善於安慰孩子的人呢？或者評價一下他的職業，說一說具體告訴別人他是一位老師，什麼老師呢？幼兒園老師。又或者這位母親她不懂孩子的想法，所以她的一些做法呀，可能沒有讓孩子開心起来。所以看完了这些選項啊，我們也就很快的怎麼樣，做了一個預測。接下來呢，我們要聽到的呢，可能是一個故事。而在聽這個故事的時候，你需要注意什麼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通過選項預測出來的重要信息點。第一個，孩子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孩子不開心或者哭了？第二個，媽媽是怎麼解決的？第三個，關於這個媽媽，你知道什麼？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或者她的職業是什麼呢？所以接下來你就有了重點。帶着這些重點，我們一起來聽一聽這篇短文。第33到3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一位母親給她3歲的孩子買了一個漂亮的氣球，孩子開心地抓着繫在氣球上的那根細線，在路上跑着跳着。不知怎的，一不小心手一鬆，氣球往天空飛去了。孩子傷心地哭了起来。這時，母親蹲下身子，以一種愉快的聲調對他說：“瞧，寶貝兒，氣球的媽媽喊他回家吃飯了，你還不趕快和他說再見？”聽了媽媽的話，孩子覺得很新奇，立即不哭了，舉起胖胖的小手，向着升上天的氣球大聲喊道：“再見，再見！”可愛的臉上充滿了天真的笑容。33，孩子為什麼哭？34，母親是怎麼安慰孩子的？35，關於那位母親，可以知道什麼？好，我們的短文聽完了，3個問題也听完了，不知道大家的選擇是什麼呢？一起先來回顧一下，先來想一想，剛剛關於33、34、35這些選項都提問了哪3個問題呢？33，問題是孩子為什麼哭？34，問題母親是怎麼安慰孩子的？35，問題關於那位母親可以知道什麼？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通過選項做出來的一些預測呢？剛剛說看到33的4個選項，摔倒了，氣球破了，氣球飛走了，找不到媽媽。我們想很可能有些事情發生了，孩子不開心了，孩子可能哭了，那他哭的原因是什麼呢？而我們33的問題正好是孩子為什麼哭，和我們的預測是一樣的。34題，剛剛說孩子哭了，那母親是怎麼做的呢？34的問題是母親是怎麼安慰孩子的？
和我們的預測也是一樣的。安慰孩子，就是說孩子哭的時候、不開心的時候，母親說了什麼，做了什麼，讓他開心起來了呢？35有4個選項，看起來像是在說某個人的。我們分析了一下，應該不是說孩子。剛剛分析的是，很可能是形容這位媽媽的。那35的問題是，關於那位母親可以知道什麼？也是說關於這位媽媽，你聽到了什麼？文章當中關於她說了些什麼呢？所以這3個問題和我們說提前預測的重要點和可能問的問題大概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說，提前看選項對於大家的答题來說也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你在听的過程当中，如果說一開始沒有充足的時間完全把這些選項看完，你也需要一邊听一邊來看選項，做好預測。好，看完了這3個問題，剛剛呢也听完了我們這篇短文，大家的答案是什麼呢？一起通過听力的文本，老師再給大家讀一下，檢查一下你的答案吧。一位母親給她3歲的孩子買了一個漂亮的氣球，孩子開心地抓着繫在氣球上的那根細線，在路上跑着跳着，不知怎的，一不小心手一鬆，氣球往天空飛去了。孩子傷心地哭了起來。這時母親蹲下身子，以一種愉快的聲調對他說：瞧，寶貝兒，氣球的媽媽喊他回家吃飯了，你還不趕快和他說再見？聽了媽媽的話，孩子覺得很新奇，立即不哭了，舉起胖胖的小手，向着升上天的氣球大聲喊道：再見，再見！可愛的臉上充滿了天真的笑容。這個就是大家剛剛聽到的這篇短文。一開始告訴了你故事，故事有時間、地點、人物，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對不對？一開始說有一個漂亮的氣球，它呢是繫在孩子的有一根細線，孩子拿着那個細線，非常開心。但是一不小心，發生了這件事情了，手一鬆，氣球往天空飛去了。一個小孩子拿着一個氣球，一不小心氣球飛走了。孩子怎麼樣啊？孩子傷心地哭了起來。所以這個是我們第1個問題的答案。哭起來了，為什麼呢？因為氣球飛往天空去了。那當孩子哭的時候，媽媽是怎麼做的呢？這位媽媽她蹲下身子，以一種愉快的聲調對他說：瞧，寶貝兒，氣球的媽媽喊她回家吃飯了。是不是在安慰小孩子啊？她怎麼安慰的呢？她說：氣球的媽媽喊她回家吃飯了，你還不趕快和她說再見？讓這個小孩子和氣球說再見。那媽媽的安慰有用嗎？她是一個會安慰孩子的人嗎？我們一起來看看接下來發生了什麼。聽了媽媽的話，孩子覺得很新奇，立即不哭了。所以這位母親的方法有用嗎？當然有用。一開始哭了起來，媽媽說完之後立即不哭了。所以這位媽媽非常會安慰小孩子。小孩子開心嗎？他舉起胖胖的小手，向着升上天的氣球大聲喊道：再見，再見！
可愛的臉上充滿了什麼？天真的笑容，所以孩子也变得開心起來了，說明媽媽安慰的方法非常有用。那再來看，我們剛剛說第一個問你，孩子為什麼哭了？他是摔倒了嗎？顯然不是。文章當中怎麼說的？氣球往天空飛去了，也就是意思差不多的選項是 C 選項，氣球飛走了。第二個，那媽媽是怎麼安慰他的呢？媽媽說了什麼？媽媽說氣球的媽媽喊他回家吃飯了。所以你的答案是什麼呢？答案應該是 C， 氣球回家了。那最後一個題目，關於這位母親，關於這位媽媽，你又知道什麼呢？媽媽很孝順，沒有提到。善於安慰孩子，我們是怎麼得到的？對，孩子一開始哭了，聽完媽媽說的話怎麼樣？立即不哭了，所以她是一個善於安慰孩子的母親。善於就是她非常怎麼樣？她會安慰孩子，我們就說她善於安慰孩子。至於 C 和 D 也是在文章當中沒有提到，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是氣球飛走了，氣球回家了，還有善於安慰孩子。好，這是我們的第一道練習題。看完第一道，我們趁熱打鐵，就着剛剛學到的這個知識，這個方法預測，一起再來做第二道練習題。一起來看一看，我們第二道題目是44和45題，只有2個題目，一共每個題目1個選項，一共是8個選項。給大家15秒鐘的時間，快速的看一看這8個選項，自己先來做一個預測。好，一起跟着老師看一看這些選項吧。44題 A 不夠幽默， B 語速太快， C 聲音有些低， D 顯得很嚴肅。幽默、太快、聲音低，還有點嚴肅，這些都是什麼？是形容詞，所以很有可能這是一道什麼樣的題目呢？很有可能是問你這個人，他可能說到了有語速、有聲音，很有可能他是在做演講或者做講說，對不對？他肯定是跟說話有關的。那他說話的方式怎麼樣呢？是很幽默嗎？還是不夠幽默呢？是他說的非常快，還是很慢？是他聲音有點低，應該高一點，還是說他說話非常死板，一板一眼的，顯得非常嚴肅，讓人感覺不太活潑呢？所以通過 A、B、C、D 這些詞彙，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預測。第44題很有可能問你是一個人說話的方式怎麼樣？那再看第45題 A 參加了比賽， B 不想做教練， C 擔任解說嘉賓， D 沒出席開幕式。看完這4個選項好像對文章的內容是不是也有了一點看法了呢？你想一想，它可能是什麼類型的文章？很有可能是跟體育有關的，对不对？有比賽、教練、解說嘉賓，很有可能是一個體育節目，也有是
開幕式，這些呀都是和體育有關的，所以我們還可以做一個預測。這個預測是關於你接下來要聽到的這篇文章的內容，它很有可能是關於體育節目的。在這個節目上呢，有一個人可能是解說嘉賓，他的說話方式怎麼樣？是44題要考大家的。那關於這個人，哪一項是正確的呢？他參加比賽了嗎？他想不想當教練呢？他是不是解說嘉賓呢？他有沒有出席開幕式呢？這個呀，很有可能是關於這個說話的人或者解說的人的一個判斷，也就是你要听一聽是誰在解說，或者說是關於誰的，他說話的方式怎麼樣？關於他做了什麼呢？也就是說，關於他你知道什麼呢？所以接下來啊，你就需要去在一小段文章當中去主要的听這2方面的內容。好，做完了預測，我們接下來呢，一起先聽一聽我們的短文。注意，听完了短文還要更注意的是什麼？問題是什麼？然後大家做出選擇，最後一起跟着老師再來看一看你的選擇是不是正確。好，接下來的时间交給大家，一起來聽一聽這篇短文吧。第44到45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在武漢進行的男籃亞錦賽上，人們很關注擔任解說嘉賓的姚明，很專業，挺幽默，如果聲調再高一點點就好了。這是人們對他的評價。姚明的思維頗為敏捷，口才也相當優秀，雖然沒有接受過正規的主持訓練，但是解說比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雖然已經不再打籃球了，但籃球水平高超的姚明，對球場上的現象點評及時而準確，很有預見性。44，人們怎麼評價姚明？45，關於姚明，下列哪項正確？這篇文章其實不是特別長，但是它的很多句子都比較書面。我們剛剛有了預測，所以大家聽的時候也有了重點。不知道你們的答題狀況怎麼樣呢？先一起來跟着老師看一看關於44和45題問題問了什麼。44，人們怎麼評價姚明？我們現在知道了，說話的人是誰呢？是姚明。那他說話怎麼樣啊？人們是怎麼評價他的解說呢？不知道你的判斷是什麼？一會兒一起再來說答案。先看第45題，關於姚明，下列哪項正確？我們剛剛預測的44是一個人說話的方式，45是關於這個人你可以知道些什麼，也就是對他的一些評價，對不對？所以和我們的預測也是一樣的。44題問你人們怎麼評價姚明，說的其實也是姚明在解說的時候他說的方式怎麼樣。45哪項正確，也是關於我們的說話人姚明的。那在這個短文當中，你聽到了關於姚明的什麼信息呢？好，一起再來回顧一下，再聽一遍我們的听力的短文，然後跟着老師的說，老師的讀，你自己来判斷一下你做的答案是不是正確的。在武漢進行的男籃亞錦賽上，人們很關注擔任解說嘉賓的姚明，很專業，挺幽默，如果聲調再高一點點就好了。這是人們對他的評價。
到這裡，先暫停一下。我們說啊，第一個問題問你的是什麼？姚明說話的方式，對不對？人們是怎麼評價他的，對不對？那評價是什麼呢？很專業，挺幽默。如果聲調再高一點點就好了，說明他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解說嘉賓。第二呢，他的解說方式很幽默，讓人聽了很輕鬆，对不对？第三個就是声調再高一點點就好了，說明啊，他的聲調是高還是低呢？是有點低，對不對？希望啊，他說話的聲音再高一點點，所以這個是人們對他的評價。再往後看，姚明的思維頗為敏捷，頗為其實就是非常，這是一個很書面的說法。口才也相當優秀，雖然沒有接受過正規的主持訓練，但是解說比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在這裡都是關於姚明的一些評價。接着看，雖然已經不再打籃球了，但籃球水平高超的姚明對球場上的現象點評及時而準確，很有預見性，所以可以知道怎麼樣，姚明啊，他不再打籃球了，不是運動員了，所以呢也不會去參加比賽了。他現在是什麼？不是球員，那他是解說嘉賓。他的解說怎麼樣？點評及時而準確，很有預見性。所以關於姚明啊，你知道的是，他現在是一個解說嘉賓，而不是上場打籃球的比賽的隊員。再看，翻過來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選項。A 問你，人們對他的評價怎麼樣？剛剛的關鍵句是聲音再高一點點就好了，所以可以知道他的聲音怎麼樣？有點低。他不夠幽默嗎？人家說了挺幽默，對不對啊？所以不是 A。B 和 D 沒有提到，所以呀，我們的答案是 C 選項。再來看第二個，關於姚明，你知道什麼呢？他參加了比賽？沒有，都說他不再打籃球了，不想做教練，沒有說到。沒出席開幕式，你有聽到開幕式嗎？也沒有，所以這些呀都是干擾你的。而關鍵句是什麼呢？一開始說了擔任解說嘉賓的姚明，所以 C 擔任解說嘉賓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選項。其實這道題整個我們再來看一下，你的答案是來自第一句話擔任解說嘉賓的姚明，還有第二句很專業挺幽默，如果聲調再高一點點就好了。而後邊這些內容其實沒有作為你怎麼樣做題的判斷，是不是？而且有些句子還是比較難的，這個呀更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看選項。如果你提前看了選項，你就知道選項當中有解說嘉賓，而你的文章一開始你聽到了什麼呢？你也聽到了解說嘉賓這4個字。如果你真的是听完之後完全忘記了，至少你在听的過程当中也知道我有听到這4個字，剩下的我可能都沒有聽到，所以它肯定怎麼樣也不會是你的正確答案。所以說提前看這些選項非常有幫助，很有可能你看到了它，你就听到了，听到的時候呢，你就選擇出來了正確的答案。這個就是在關於做聽力第2部分其中的短文部分，短文聽力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那就是提前看題目的選項，通過這個選項呢，去鍛鍊自己
來預測你會聽到什麼內容，很有可能聽到的問題是什麼，帶着你的預測，帶着你覺得可能是重點信息的那些點，再去聽這篇文章，做一個判斷，看看你的預測是不是準確。這個也可以幫助大家提高你們做題的正確性，也就是很容易呀，就把這道非常難的題目給它變得簡單了。下面呢，之後大家也可以在平時練習的時候多鍛鍊自己去預測這些內容和重要的信息點，然後再去通過看短文、看聽力的文本去判斷一下自己的預測準確度高不高，哪些方面還需要提高。好，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非常重要的一個信息，也就是你們需要提前看選項，雖然簡單，但是也需要你多加練習。我們今天的課程呢，就到這裡了。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非常感謝大家來觀看今天的聽力課程。接下來呢，我們還會再根据不同的短文的文體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應該去用哪些技巧來答題。好，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了，我們下節課再見。